你怎么从这儿出来的？我昨晚睡这儿了。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呢？因为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夜里战神生了一个仙娥进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，那仙娥名叫灵犀，就是那个灵犀啊，就是那个夸父神桃林里的小丹鸟，被战神带回福音殿的那位。13仙子，那就麻烦你多照顾灵犀了，自己小心啊。别难过了，你以后呢还是可以经常回家的啊。新生活开始啦！太好啦！师兄，你当年明明是神魂受了重创，没了生机，我才会把你送入长生海，怎么会？是有人闯入长生海，将我唤醒。长生海乃是封禁之地啊，连我都进不去，谁有这么大能耐？闯入长生海算不了什么，我怕的是，既然他能闯入长生海将我唤醒，那幽都山呢？那魔君呢？是乐伯的女儿，那只小丹鸟。所以我要把她留在身边，方便查探。可是我看她术法平常，天真质朴，不像是魔族中人呐。魔最擅长的是蛊惑人心，光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此事我会留心，你不用担心。神尊，13到现在都还像在做梦。神尊，你竟然真的醒过来了，真的是老天有眼，天佑善人。神尊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你算了，神尊想说什么？不必再说了。神尊有话请直说。13自从化为人形以后，就一直在神尊帐下当差，一路从小兵做到了左官。神尊的话就是13的天，神尊只要一声令下，13一定赴汤蹈火，披荆斩棘。把烛花给摘了。是。啊？把胭脂给擦了。为什么呀？以后在我殿中行走，打扮素气一些。我不，人家别的仙子都是这么穿的。别的仙子以前不长胡子也舞不动4000斤的混金当。起来。有件事让你去办。神尊，请说。我要你去帮我看住一个人，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我。这怎么看，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绳结啊，既不是法器，也不是什么天才地宝，还非得跟我要回去，小气！就不给，就不给！ 13姐姐，你来啦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什么什么呀？我出去干活啦。回来！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很可疑。啊？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搬到我房间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一起住。为什么？你敢不听命令？我不能跟你一起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男的。胡说！哪个大嘴巴告诉你的？神尊说的。我听见他叫你石山，石头的石，山峰的山。哪个女人能叫这个名字？石山是我以前的名字。所以说啊，你以前是男人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。我这年轻貌美的女神仙，怎能跟你共居一室？你不搬是吧？打死都不搬。好，你不搬过去，那我就搬过来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睡觉很吵的，
打呼磨牙说梦话，你有点心理准备啊。我以前做南郊的时候，在神尊麾下当过兵，一个营房上100号男人我都受得了。你，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我要睡觉了，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？不能。怎么大喊？神尊为何要监视我呀？还派一条鱼来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要不是我，你还在那长生海里乘凉呢。真是好人没好报，祸害万万年。神尊啊，神尊，枉我一直那么崇拜你，奉你为神明，没想到你跟那天雷真君一样。在家，我被我爹禁足，在这里还要被你监视，我就不信了。这四海八荒的，难道就没有我灵犀的藏身之所了吗？神尊，神尊！药。
医官，灵犀为何至今未醒啊？我师妹，她是为了救神尊，所以法力耗尽，寒气入体才昏迷的。不过暂时还是不要移动她，让她自然醒来即可。他这是昏迷？当然。医官，如何了？我上次说过，神尊在长生海受了数万年的寒气，一时半会儿难以清除，须得时常去上清净天泉沐浴，并在殿中以无尽木常燃明火，兴许能驱散几分寒气。奈何神尊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不但不听医嘱，还妄动仙法。今日若不是我师妹在，神尊怕是要继续回长生海长眠了。多谢医官叮嘱，以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的。请问医官，这无尽木为何物啊？在何处可以取得？无尽木乃是昆仑神木，昼夜常燃，暴风不息，猛雨不灭。本来是生在昆仑以南的炎火山上，奈何5万年前，云峰上神，思四海水势，却饮酒大醉，水淹昆仑。从昆仑炎火到极北大月，千里之地竟成泽国。那无尽木沉在水底数万年，也不知还有没有当年的功效。那别处可还有这无尽木啊？听说弱水以西的赤焰洞里也有一些，但那里是闭方的洞府，盘踞着数以千计的火鸦。以神尊现在的身体，怕是……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师兄的身体还请医官多多费心。我是天宫医官，这本就是我的责任所在。师兄，我去就会。小心些。哎，敢问这无尽木需要多少啊？自是多多益善。好。神尊，那小仙也先告退了，师妹就拜托你了。我怎么睡在神尊殿中？对，昨晚神尊发了寒疾，是我救了他。我怎么睡着了？
还睡在神尊的床上。我怎么腰酸背疼啊？莫非神尊趁我睡着打了我？灵犀，灵犀，灵犀，有人看到灵犀了吗？没有。快找找啊！哎呀，糟了！灵犀，人呢？这呢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！受没受伤？没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昨晚殿中进了贼人。贼人？这九重天上还有贼人呢？定是那魔族余孽，知道神尊苏醒了，又起了邪念。我还真是小瞧他们了，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摸进我福音殿。那个13，你怎么确定是魔族余孽进来了呢？那妖人许是畏惧神尊之威，所以想先偷袭我。我哪是那么好偷袭的？我以前那可是神尊麾下左官出身，我的法器察觉到敌意，已将那妖人驱走了。你们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13在，有神尊在，任他妖人千变万化，都不可能逃。哎，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我昨晚睡这儿了。你怎么能睡在神尊房间里？因为神尊身有寒疾的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都不许说出去，听见没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夜里战神收了一个仙娥进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和别人说，那仙娥名叫灵犀，就是那个灵犀啊，就是那个夸父山桃林里的小丹娘，被战神带回福音殿的那位，肯定是以前就认识的，不然怎么那么巧？战神一醒来，他就正好上了9重天。他们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？不知道，喜欢你呗。可我又不认识他们。那个是子姑送的。子姑是谁啊？侧神啊。还有侧人呢？当然了。灵犀，前2次人多，都是匆匆一眼，没仔细看。还挺好看。这位神君，你找灵犀有何事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来看看你。我这呢有颗定风珠，没什么大神通，但胜在好看，送你了。喏，礼物。啊，这是九转金丹，是药王最新炼制的，有强身健体、洗精伐髓的功效，对寻常伤势也有奇效。这无功不受禄的，小仙不能要。你就收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还有，神尊不喜欢话多的人。啊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，听说袁童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他先去袁家祖庙祭拜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我去看看。是。末将袁童，拜见神尊。起来吧。是。多年未见，长大了很多。但是神尊看起来并无变化，还和当年一样。听说你接替元征，现在在北海领兵，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不过是借着神尊和家兄的威风，
勉力为之罢了。你做得很好。你兄长离世前，最牵挂的就是你。他若看到你现在的表现，定会很欣慰。多谢神尊夸奖。军营之中，女子要比男人更难。以后若碰到什么问题，尽管告诉本尊。请神尊放心，袁童一切都好，也定会用心做事，绝不给神尊丢脸。对了，神尊，还未来得及给神尊道喜。本尊有何喜？刚刚听他们说，神尊收了一个小仙入殿。收仙娥入殿有何可喜？这是神尊第一次收女子入房，他们都在说，神尊这次醒来之后越发随和了。是你跟别人说你在本尊的寝殿内睡了一夜？小仙的确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也没撒谎啊，我只不过就是实话实说而已，是他们想多了。再说了，睡一夜就睡一夜，也没什么。我在桃林的时候，也是经常在程燕的房间里睡，我爹都不说什么。你这女子，怎么那么不重视自己名声？我爹说了，心中有正气，就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的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觉得跟神尊传出点谣言，算是吃了多大的亏。你这小心！难道是神尊你觉得吃亏了？那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碰都没有碰神尊一下。住嘴！出去！啊？出去！哦。啊，对了，神尊你还没谢我呢。那日你发病是我救了你，你还没跟我道谢呢。好啊，本尊现在就跟你好好道谢。算了，没关系的，都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神尊你还是早些歇息吧，你要是觉得冷，就加一床被子。药我放在柜子里了，你要记得吃。那神尊，小仙先告退了。告退了。医官，如何了？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常去天泉沐浴，不要妄动仙法，再加上这无尽木之火，足以保神尊平安。不过心病还需心药医，神尊须得自己想得开才行。医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多谢医官。这无尽木倒也挺神奇的，区区一小段就有如此大的火力。倘若这殿中无人的话，岂不是不安全啊？云峰上神若是不放心，大可留在殿中看守。反正上神对自己的神职也不甚在意，整日闲着也没事做。那个神尊，要不我留下来看火？你当无尽木是寻常百姓家的炉灶吗？你是鲛人，喜寒畏热，你来看火，是嫌自己得道成仙命太长了吧13，去把灵犀叫来。神尊，叫我师妹干什么？丹鸟属火，与毕方同宗。13他怕热，他应该不怕吧？可是，青瑶医官，你师妹现在是我浮云殿的小仙，使唤自家的小仙，不用你批准吧？神尊，云峰上神。
13都跟我说了，神尊给我安排了新的差事，让我看火。神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这差事办得妥妥的，绝不动这神尊，也绝不让火烧到东西。你这小仙，从进了门开始就笑得合不拢嘴，怎么能给我师兄看火就这么开心啊？那当然了，能为神尊办事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小仙告退。师兄对他还是有所怀疑啊。长生海一事，他本就是重要关键。他可有问题啊？我在他身上未察觉丝毫魔气。但真君说得对，吞天兽对他异常亲密，不得不防。可惜啊，这几日天宫里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全是你和这小仙的趣事。本来还以为师兄你沉睡了5万年，这醒来之后总有些好的变化，可是没想到，若是他真的有问题呢？身为战神，自当尽责，是该探一探这小丹鸟的底了。那日在天君面前，一仙乐伯的态度确实十分奇怪，似乎在怕什么。不问而入是贼也。你是何方小贼，擅闯我桃林，不怕死啊？乐伯在哪？乐伯也是你叫的。有几分手段，再让本仙试试你的斤两。无礼，言语不壮，没上没下，我打死你这个任性妄为的蠢东西！别打了，师傅！神尊，小徒见识浅，不知道战神大驾光临，坏了礼数，得罪了战神。一仙言重了，是本尊来的唐突。一仙若是要继续修理徒弟，本尊可以在这里稍等一会儿。不是你，你还敢再说话？战神说笑了，战神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此事有事相商。令爱在天宫甚好，
医仙不必挂念。我这个女儿啊，从小到大在哪儿都活得特别好，所以说老夫从来不担心她。是吗？我倒是听说她自幼在桃林长大，医仙不让她出去半步。这一次去天宫，是她自己逃出去的。女儿嘛，当然要严加管教，是吧？你说世事险恶，到处乱跑，你哪知道她哪天在哪个地方碰到哪个臭小子，被哪个臭小子一个眼神就给勾走了呀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外表光鲜，内心是扁是圆，是黑是白，谁知道啊？医仙对女儿很是疼爱啊。自己的骨肉能不疼爱吗？不知道灵犀的母亲为何人？不记得啦。想当年春宵一度，没想到过几年送了个女儿过来，就从此不见人了。这样的女人不想也罢。来来来，吃点心。你这桃林很是清幽啊，安静得很。本尊从来到现在，别说虫鸣鸟叫了，一点声音都听不见。老头子，我怕吵，所以说在这方圆10里之内设下了结界。山鸟自然是进不来，但是挡不住法力高强的战神呐。挡不住本尊，但是挡得住灵犀。医仙对女儿的保护可是煞费苦心啊。好久。起层层因果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你醒了，你怎么样？冷不冷？好多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昨天吓死我了，冷得跟个冰块一样。我做梦都梦到我被我爹丢到地窖去了。啊，吃药。神尊，吃药。
你没事做？有啊，神尊你亲自安排我的差事，你忘了？看火呀，我的差事就是在这里看火。我在殿内的时候，你不用在这儿看火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来这儿几天了7、8天了吧？第9天。9天？神尊你记得好清楚啊。还有1天就是第10天。我的东西呢？限你10日之内找回那长生劫，不然就把你送到天雷真君那儿。你这满嘴谎言的小仙，想必到他那儿会收敛许多吧？灵犀，找什么呢？你有没有看到我一个长生结啊？红色的，这么大。看到了，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每天晚上都翻来覆去的看吗？可我现在找不到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花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大殿伺候吗？哎呀，司命大人来了，神尊命我出来的。司命大人是谁啊？哦，他是文昌宫的主神，主管凡间人族生年之本命。听说啊，他之前是个凡人，在凡间的时候姓韩名元信，后来因为机缘巧合拜在仙长神君的门下，苦修了几百年，飞升成神的。才修了几百年，就成了一宫的主神啊？文昌宫不比别处，主管凡间所有人的子嗣、姻缘、婚配、灾祥和福祸。你想想啊，那凡人有多少啊？文昌宫的差事可是永远都做不完的。唉，做了文昌宫的主神啊，要想在修习上有什么精进，那就太难了。所以咱们天宫啊，测神、瘟神的神位都有人抢呢，唯独这文昌宫，大家可是避之不及呢。他来做什么呀？师兄啊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天雷老头竟然主动找天君，要为师兄弟办一场接风宴，更是请了6界所有有名有姓的神仙来参加，他们来势汹汹，必有依仗。他能干什么？以神尊的修为，咱们还怕他不成？话不能这么说，要是动手的话，我们自然不怕他，就怕他暗中作鬼。师兄啊，要我看，我们还是说你身体没有完全恢复，无法赴宴吧，没有必要被天雷老头牵着鼻子走啊！啊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去看看吧。今天大殿上可真热闹啊，各方有名有姓的神仙都来了。那是，我们神尊的面子不是一般的大。哎，好像来的仙女也不少呢。我刚刚啊，还看到了药王的小女儿玉离仙子，她这次回来啊，定是冲着咱们家神尊来的。林夕，找什么呢？长生结啊。哎呀，那也不是什么宝贝，丢了再编一个就是了。别找了，把药给神尊送去。神尊在哪儿？还能在哪儿啊？天宫大殿的宴会都快开始了，赶紧的，快去快回。神尊，袁童，过来。袁老夫人，神尊，东海杜宇见过神尊。
本尊听人提过你，很是年少有为。多谢神尊夸奖。神尊呢？仙姑，不知仙姑名讳，来自何处？小仙叫灵犀，是来自桃林的。原来是桃林的仙姑。众仙已经落座，仙姑请随我来。我就不用坐了。宴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仙姑请随我来。神尊，我与神尊多年未见，没想到竟还有重逢的一天，我太激动了，见笑了。没有。诸位爱卿，免礼。今天是9臣的接风宴，是个大喜的日子。诸位都随意一些，不必拘礼。谢天君。你也认得战神？不认得。那你为何一直盯着他看呀？因为好奇。当年我也与你一样，谁知纯属好奇的一眼，就误了自己的终身。你可千万不要学我，他这样的人，不是你这等小仙可以妄想的。不然到头来也只能伤了自己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仙叫灵犀。我叫玉离，是药王的女儿。药王？药王洞我知道，我师姐就在那儿。你师姐？何人？我师姐是……明明白白的事，说不得吗？今日是我家神尊的接风宴，紫光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不想干什么，我只是想要敬9臣上神一杯酒。你是什么身份，也配跟我家神尊喝酒？想要喝酒啊？跟我喝。好啊，我这杯酒是敬当年所有死在幽都山一战的天族战士们。9臣上神是在这一战中唯一活下来的人。开阳既然想要替9臣上神喝这一杯酒，行啊，我喝1杯，你喝10万杯吧。怎么样啊，开阳，敢不敢喝呀？好大的气魄呀！本座若是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月食之日，在西海出现一头混沌兽，天君派你紫光率兵前往缉拿。然而呢，你在派兵前往的前一天晚上，在西海老祖的地宫里喝光了他2万年的存酒，整整醉了1个月，导致这混沌兽逃走，你麾下的2000天兵全部葬身西海。
本座很好奇，你那日有没有喝满10万杯啊？云峰，本座的名讳也是你叫的。哎，你这老怪，你喝酒就喝酒，你怎么往我身上洒呢？你是腿瘸了，又不是手残了。哎，算了，回头你把你洞里珍藏的那些美酒分我2坛，正好你要去住巫山，那个地方是百虫之地，凶险的紧呐。喝酒误事啊，喝酒误事。你就是想喝我的酒？做梦去吧！我大不了就赔你一件衣裳嘛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天君，此处刀光剑影，气氛不对，不宜久留啊。神尊真是气度不凡。他刚刚好像没说什么吧？你懂什么？心无物欲，山崩亦可不扰；宠辱不惊，陋室亦有抒情。神尊的心呐，你们不懂的。给开阳疗伤，耗损极大，没按时吃药，又频频饮酒。不管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神尊，吃药，酒少喝一点。你回去。你先吃药。天君，近来大喜的日子，臣也有一喜。真君，你有何喜啊？天君，这么多年来，臣一直派手下前往幽都山，寻魂索骨，寻找遗物。只因当年幽都山一战打得甚是惨烈，其中内情诸神不知，5万年了，一无所获。不过，天有我足，不但救臣死而复生，臣这几日也找到了一件当年的遗物。袁同将军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兄长的东西？存心钉，正是。天君，这正是袁成将军的传心钉。袁成将军仙逝之后，此物就不得所踪。臣也是近日才得到了这枚法器。哼，战神，你可认识此物？元征之物，本尊自然认得。这的确是家兄心爱之物，多谢天雷真君。你确定？自然是确定的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这儿，
神尊，你的手。啊！九臣身为不见当年呐！谢神尊。神尊，我害怕。天雷，你到底在干些什么？哦，启禀天君，此事与臣无关。传心钉乃元成将军的本命珍宝，臣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攻击九臣呢？是不是九臣与元成将军生前？不可能！家兄生前视神尊如兄如父，最是敬重。神尊对家兄更是恩深义重，将其视为左膀右臂。可传心亭如此，这又是为何呢？这有何奇怪的？当年一战之后，幽都山几乎成为神魔之墓，那里死气、魔气、杀气焦灼，寸草不生，生灵不入。此物在那幽都山沉寂了5万年之久，有些异常也不足为奇吧？有些异常不足为奇，哼！可他为什么不针对诛仙，而针对九臣呢？那你该去问那传心钉，问我有何用啊？云峰上神，这是伶牙俐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天族统一6界，靠的是天法森严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如果心存私心，那怎为天族上神？天雷，你九臣，本座问你一句话，你敢回答吗？想问便问。5万年前幽都山一战，元成将军带领10万天兵天将，无一位生还，是不是命丧敌手？天雷，你够了！你真以为我师兄没脾气吗？天君，天君，老身有话要说。老夫人请起，有话请讲。老身心中尚存疑惑，还要请九臣神尊替老身解惑。老夫人，请问。神尊，我袁家男儿世代从军，从3皇时期直到现在，战死沙场的孩儿不到1000也有800，但是老身不明白，我天族战士战死沙场，本应尸骨不腐，神魂不散，由我天族收敛。可是幽都山一战，10万天兵神魂全都不在了，神魂不归。为何部将皆死，主帅独活？为何有人在长生海沉睡了5万年，却突然醒了？这些老身都不明白。你放肆！天君，家母思念王兄成疾，才会口不择言，请天君恕罪。住口！云峰上神，老身是请神尊解惑，何错之有？你是在质疑本尊在神魔之战中懦弱怯战，还是质疑本尊害死了10万天兵，
毁了他们的神魂骸骨，又或者是怀疑本尊如今已然入魔。九臣，慎言。请神尊慎言。老身不敢。死，我袁家男儿不怕，但要死得清楚明白。这是压在老身身上5万年了，今日，在这凌霄宝殿上，当着9重天众仙的面，老身求得一个真相，请神尊成全。请天君成全。母亲别说了，我们袁家所有的男丁，为保天祖，战死沙场，骸骨全无，神魂湮灭。难道老身问都不能问吗？神魔大战中，众天兵天将与本尊并肩同行，将魔军及魔族困于幽都山。魔族一众以血肉生魂献祭魔军，令其威能滔天。10万天兵为克魔族，燃烧神魂，引命死战，终将魔军灭于幽都山下。10万天兵均为屠魔战死，无一生还。可有依据？本尊的话就是依据。老身够了。老夫人，你要的答案，九臣已经给你了。你若纠缠不休的话，休怪本君治你一个咆哮天宫之罪。九臣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天君。神尊，请喝茶。神尊，神尊手炉。今日多谢你。神尊，你谢我做什么？小仙今日可是威风的紧呢。神尊刚刚牵着我的手走出大殿，你可没看到那一众女仙的脸色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今日大殿上那么多事，你就只顾着看那些女神仙？术业有专攻，大事嘛是神尊这样的大人物做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小仙，大事不能参与，那就只能自己找乐子了。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
神尊，其实小仙一向都是这么机灵的，只不过过去神尊繁忙，我机灵的又不够明显，所以才没有察觉到。神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还有，我也是到了天宫才知道，原来这天宫的神位竟然这么抢手啊！哦，除了侧神，还有斗神、爻神、穷神、床神、瘟神。穷神分为上穷神和下穷神，床神分为床公、床母，那瘟神就更厉害了，分为春夏秋冬四方瘟神，还有中间总管的中瘟神。怎么什么神位都有人抢啊？凡人常说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，为了金银财宝，为了高官厚禄，抢来抢去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神尊，你位高权重，被人忌惮，也是寻常。你是在安慰本尊吗？不是，我是在安慰我自己。神尊被人污蔑，我气都快气死了。只可惜，我只是一个小仙，地位低，法力又弱，不然我一定要打爆天雷那老头，踹扁袁家那老太太，方可泄我心头之恨。神尊，你笑了，我第一次看你笑。你下去吧。神尊不用灵犀陪你聊天吗？那灵犀先走了。今日大殿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可惜我不在殿上，可惜我位卑言轻，可惜我已是女儿身，可惜我法力低微。灵犀，你编什么呢？长生节。这哪是长生节啊，这也太丑了。我只看过，我没有编过。你会啊？嗯，当然会啊。那你教我。好呀。你看啊，要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看好了。这样。哦，这样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编这个干什么？送人。哦，灵犀有心上人了。你别瞎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脸红的。我那是热的。华言，你怎么变这么好啊？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你在哪个族？是神是仙，还是什么灵兽啊？我是人。人？对呀，凡人。我是自己修习才来的天宫的。那你在凡间的时候是做什么的？我生在宫里。宫？皇宫？你是公主啊？不是，听他们说我是侍卫和宫女私通生下来的，皇后没有要了我的命，觉得我可怜，我就在宫里活了下来。这皇宫这么好，你为何要到天上来啊？皇宫哪里好了？终日要伺候别人，还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
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。好在后来我遇见了我师父，我师父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教我修习，传我仙法。于是我就抛弃了一切凡尘俗世的牵绊，来到灵山中修炼。然后又过去了3000年，我终于从地仙修成了天仙，这才来了咱们天宫，来了咱们浮云殿呢。然后继续伺候人。啊，华言，你看看你没日没夜的修习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从一个宫殿修到了另一个宫殿，从伺候凡人修到了伺候仙人？你以前在凡间编长生节，现在在天上编长生节，又有何不同啊？你们凡人真是爱折腾。当然不同了，以前我只有不到100年的寿命，但是现在我可以活上1000年万年，然后我就可以1000年万年的伺候人。啊，这么快就编好了？谢谢你，我走了。哎，你挡我干嘛？起开，挡得住吗你？起开！紫灵香雾道茶、翠玉参百事，这么多东西都没了，怎么不拿牌子去取啊？站在这儿干嘛？今天谁轮值？是百姓。人呢？说是家中有事，告假回家了。那你就不会去吗？13姐，几个大殿我们都连跑了5、6趟了，可那些小仙不是推脱没有，就是管事不在。你是不知道，咱们浮云殿现在有多不受人待见，到处遭人白眼不说，还要受人冷嘲热讽。混账！哪个大嘴巴告诉你的？我去打碎他的！我打！13，你也做了5万年的女人了，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打碎别人的？啊！我去吧。算了，分我一半，我也去吧。都说神仙清心寡欲的，怎么看着比程燕那只千面狐狸变脸都快？当初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到浮云殿巴结，这才有点风言风语，就翻脸不认人，当真是可恶！看你往哪跑！哎，这位姐姐，这位姐姐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只应该是凡间的小狗吧？没错。若是咱们天宫的神犬，又岂会这般无用？那既然是凡间的小狗，怎么会在天上啊？你又为何要把它放在肉桶中？是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，跑到了凡间，正巧碰到这只小白狗，戏耍之后，索性给带了回来。谁知道这凡间的狗也太不中用了，飞到天上吓了个半死。带到万灵院又受不住神兽的威压，索性我就把它放到万灵院充当神兽的口粮吧。能在神兽肚子里过一遭，也算是它的造化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就算在天君的肚子里过一遭，那也算不上什么造化呀。这样，你给我，我来养，拿走便是。抱好了，它很皮的。多谢仙子。下次店里再缺什么，由我前去。是，我看他谁还敢欺负我们。哎呀，东西取回来便好，你又何须与他们置气啊？哟，这是哪来的神犬？怎么毫无灵气？我们可是凡间的家犬，当然没有灵气。哎呦，瞧瞧这生的，又瘦又小，这要是拔了毛，恐怕是见不到多少肉了。你要干嘛？不拔毛怎么吃啊？我好不容易把它从神兽口中救出来，就是为了好生照顾它，不是为了让你吃的。你给我离它远点。嘿，
我堂堂一个上仙，区凡俗家犬怎么可能入得了我的口？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想跟他亲近亲近。不碰就不碰呗，谁稀罕？小白呢？矛盾，肉少，不爽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给我吃了？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还我小白！还我小白！小白？谁是小白啊？就是那只凡间小兽啊！哎呀，谁吃它了？你再让我睡一会儿。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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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何物？这是一只普通的凡间家犬。既是凡间生灵，为何会出现在我浮云殿？万灵院的小青鸾贪玩抓了上来，它本来是要被充作神兽的口粮的，我看它可怜，就讨了回来。你要在浮云殿中饲养它？神尊不许吗？你若要养，就自己负责好。谢神尊。那小仙告退。对了，神尊，最近天宫的风言风语，我是不会信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神仙。线是从哪里穿过去的？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吗？可是我就是按照你教我的穿的呀，怎么看起来歪歪的？拿来我看看。你看啊，你这上面就已经穿错了，这下面怎么会正呢？哎，我不是已经给你编好了一个吗？我要自己学。你就学成这样啊？哎，13，你来看看灵犀这编的都是什么呀？给我看看。这不是解开了吗？你干什么啊？不是让我解开吗？我辛辛苦苦编了一个上午的，好不容易成型的。这是什么呀？长生结。哎，我好歹也去过凡间的。你这哪里是什么长生结？你这明明就是随手团了个长生疙瘩。你懂什么？这天底下比这好看的长生结多了去了，可是由我灵犀亲手编织的长生结，仅此一个，意义非凡。难看，难看怎么了？送礼最重要的就是心意，心意你懂不懂？我说了你也不懂啊！走了，干活去了。花颜走了。哎，这你难看就是难看嘛，你那最多就是个长生线团长生疙瘩，一小便也没用。
么聪明啊！林夕，快来帮我一下！来啦！林夕，你快点儿！小白，我不管你了啊。小仙知错了。小白，他灵智未开，不懂规矩。小仙作为他的主人，没能照顾好他，便如何？便应该替他受罚。神尊，你就责罚小仙吧。接下来1个月，罚你每日来大殿清洁打扫。是，小仙一定。小仙不许使用法术。啊！不准偷懒。是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神尊你的长生结啊，我找到了。这个是假的，本尊要的不是这个。神尊，你的那枚真的丢了，小仙都快把整个浮云殿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，神尊你就饶了小仙吧。这怎么不一样了？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小白，你可真厉害！你竟敢在神尊的鞋上撒尿！这浮云殿怎么这么大呀？